他妈妈是感觉我不怎么样，因为我是一个农村的，对不对？他妈妈是做生意的，到那个地方又看不上，百般的挑理，最后问我要10万块钱的礼金。视频中这个满腹怨气的男人名叫阿新，他和女友小冉从大学时期走到了现在。前段时间两人顺利订了婚，但临近婚期，女友小冉却突然要求阿新在市中心买房子。家境一般的阿新一时间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最终在和母亲商议过后，他狠心卖掉老家的房子付了首付。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可不久后准岳母竟又向他索要10万块的彩礼，无奈他只能拉下脸面东拼西凑。然而正当他为了彩礼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女友小冉竟然私下和有钱男人相亲。一气之下，他果断向小冉提出了分手。小冉不想失去这个百依百顺的男朋友，于是急忙求助到了节目组。但刚一上台，小冉就犯起了大小姐的脾气。我就感觉吧，他现在对我和以前完全就是两个样子。他以前吧，什么事情都顺着我，对我百依百顺的。现在吧，就是我不管说什么，他都要和我吵，连吃个饭呢都不能好好吃。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。女友小冉一口咬定阿新是个负心汉，明明恋爱的时候像个舔狗一样百依百顺，把人骗到手之后就不知道珍惜。可事实真的像他说的这样吗？他知道我对你好啊，即使我对他再好，他也不会感动的。为了他，我连徐州的房子然后都卖了。带他去见我家长的时候，我妈妈告诉他，我们准备了一套新房，只不过是2手房。然后他妈妈不同意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那房又小就能住吗？家境优越的小冉从小就住在1线城市的市中心，乡镇几十平的2手房在他眼里，别说做2人的婚房了，甚至连自家的一个卫生间都比不上。况且母亲也不可能同意让她嫁到徐州。我从小就是家里独生女嘛，他们肯定也不想我嫁那么远，到那边去受苦所以呢，就想让她把那个徐州的房子卖了，在苏州再重新买一套。之后，小冉用2人的婚约威胁男友阿新卖掉徐州的破房子，重新到苏州市区买一套房。然而去苏州定居就意味着要辞掉徐州的工作。男友阿新在徐州积累了不少人脉，很得公司领导的赏识，他不想就这么放弃自己打拼出来的事业。可女友小冉却骂他目光短浅，以苏州的发展速度，哪里会愁找不到好工作？那你一个大男人，对吧？你如果说真有能力，你在哪边发展不是发展了呀？我还不是到最后还是迁就了你呀，把徐州的房子卖了，卖了之后在他妈妈住的地方，然后买了一套。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在徐州养儿防老，我呢，到最后是给你妈妈去养儿防老去了。阿新是家里的独生子，从小跟父母生活在农村，贫农家庭出身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，只能靠种地和做一些小零工养活阿新。为了让儿子在城市能有个落脚之地，这些年来父母省吃俭用，终于积攒出了这套小城市的2手房。可这些努力在女友小冉的眼里却是一文不值。面对女友的强硬态度，一向温顺的阿新再一次做出了让步，跟母亲商量过后卖掉了徐州的房子，紧接着又辞掉了心仪的工作，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女友的城市。他本以为这样会换来女友的感动，但没曾想竟遭到了准岳母的刁难。他妈妈是感觉我不怎么样，因为我是一个农村的，对不对？他妈妈是做生意的，到那个地方又看不上，百般的挑理，最后问我要10万块钱的礼金。然后我妈过去给你去讲6万块钱行不行？还是死咬着要10万块钱。农村出身的阿新家庭条件十分一般，虽然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好工作，但这些年的工资全都拿来买房了。如今就算是砸锅卖铁也凑不齐这10万块钱。得知此事的母亲把亲戚家借了一遍，终于凑到了6万块钱。他拿着钱卑微的请求亲家能稍微松口，可小冉却说什么都不同意。在他看来，彩礼是考验一个男人有没有诚意的重要标准，自己体贴男友家境不好，才特意把标准降到了10万。像我爸爸妈妈朋友他们那些女儿结婚都问男方要多少呀？我问你要名车豪宅了吗？没有吧？我这是考虑到你现实情况，所以才只问你要10万。他名车豪宅，他是不是他全部的家产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把你那边的房子买了，然后再准备10万块钱的礼金，这已经是我们全部的积蓄了。那我们家不是把我养这么大一个女儿也给你了吗？那我呢？我是跑到你的城市，离你妈近，最起码你还可以照顾你父母嘛。我呢，千里之外跑到你那边，别有感激。而最后你妈妈怎么样？居然安排你去相亲呀？你能对得起我吗？男友阿新抛出的这个重磅炸弹，砸懵了现场所有人。谁也没想到小冉母亲做事竟会如此不地道。
只是因为男方拿不出10万彩礼，就直接把婚约抛出脑后。对此，小冉理直气壮地解释，这是给男友的一个小考验，但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这个行为对男友阿信来说就是赤裸裸的背叛。如果说相亲还可以牵强解释为考验，那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就彻底印证了小冉出轨的事实。你要见一次还也就罢了，对不对？天天还突发短信干嘛呢？打电话干嘛了？是见了一个人，然后到后来就是普通朋友嘛，又约出去吃过几次饭。这是你自愿的吧？对，我当时就想报复一下他，我感觉报复他什么呀？他对我就没有以前这么好了。我对你还不够百依百顺吗？你说怎么样，在哪地方住我就在哪地方住。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你知道以前买那个房子是多么不容易吧？那你对我好，难道不应该吗？你说我们家什么条件，你们家什么条件？面对男友阿新的连声抱怨，小冉一口咬定自己从未出轨，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，话里话外更是满满的优越感，总把家庭条件挂在嘴边，这让主持人对他家的条件产生了好奇心。你们家什么条件？你姑娘，你跟我说说。我父母嘛，反正就是经商的，做那个服装生意的。这怎么着吧？家庭条件肯定比他家好很多。这好多少？好很多。你们家房子多大？200多。苏州什么地方啊？苏州市中心呀。哦，市中心200多的房子。啊。就嘚瑟了？不是说我嘚瑟，我是和他可不是嘚瑟吗？我和他相比，我是要比他好很多嘛。你比他好了，你干嘛爱他呢？我图的就是他对我的好呀，那他现在对我不好了，我就接受不了。小冉对自家的经济基础十分自信，她觉得男友家再过几辈子也赶不上自家的条件，于是在潜意识里就认为男友是在高攀自己，而男友当初的百依百顺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如今两人定下了婚约，男友阿新肯定是觉得吃定她了，所以才会暴露出真面目。这是一旁的主持人听不下去了，故意用话套路他。他只要对你好就行是吧？对啊。那就10万块钱免了，房子你装修呗。凭什么呀？不是，你要的是他对你好，不是他的钱。那谁家嫁女儿自己还装修房子？你这不是嫁女儿，真的不是。眼看自己的话站不住脚，小冉恼羞成怒地表示自己根本不在意这点小钱，要这些东西也只是走个形式。如果自己真的看重钱多钱少，那在当初相亲的时候就不会为了男友阿新拒绝那些高富帅了。可这些话并不能说服男友，心里有我，然后再做这样的事儿，而且天天突发短信，这叫心里有我吗？天天突发短信给谁？我没有突发。如果说我真是想偷，那你可能知道吗？没有不透风的墙呀。那我那短信记录都留着的，你如果说不信，你可以去查呀。对我给你解释过多少次了？虽然是我没你有钱，但是我也不做那种事儿。我做哪种事儿了？眼看着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，主持人赶忙上前打圆场。这个除了要彩礼要房钱，他们家问你要什么了？因为我们徐州人办酒席的时候，我们是男方办男方的，女方办女方的。现在他是说女方那边也要我们去来操办，我感觉这应该是很不合理呀。如果是你要是说让我们去，那是你家娶媳妇，那凭什么就不能你办的呀？你说我爸妈朋友都在苏州这边来了之后，然后看到我们一家在操办婚礼，这成什么样的了嘛？结婚办酒席这件事，不说遵从什么习俗，也得是男女双方两家商量着来。可女友小冉却为让父母有面子，强制要求男友阿新包办全部的宴席，丝毫不考虑他家的经济条件。对此，阿新果断表示了拒绝。他觉得自己为了女友妥协的已经够多了，不能连带着父母一起被人瞧不起。男友阿新的态度彻底惹怒了小冉。你本来你找我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，对吧？那养天鹅，那养天鹅和养大鹅那能一样吗？之前我感觉你任性，我可以容忍你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样总是做这样事儿，我很伤心，知道吧？你总说你为我付出的，就打比方说吧，我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穿过高跟鞋嘛，对吧？今天脚上这双高跟鞋还是那工作人员硬让我穿上了，我平时都是穿平底鞋，我不就是迁就你的身高吗？小冉认为她为了男友的自尊心放弃穿高跟鞋，违背了女孩子爱美的天性，这甚至比男友背井离乡放弃事业做出的牺牲更大。看着女友理直气壮的样子，阿新的心底涌上来一股说不出的失望。他从内心或者是家里人就是一直在我一直不认可我，然后瞧不起我能体会到你那种感受，就是他们没有尊重我，好好的把我当一个姑爷来，不说疼爱吧，至少是正眼看我。对，对吧？而且是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不谈了，明白了。针对两人的情况，主持人直接求助了场下的各位嘉宾，那么他们又会给出怎么样的建议呢？什么时候婚姻变了这么现实？你们家缺这10万吗？不缺。为什么非要这10万呢？谁家那个娶媳妇不得拿彩礼出来？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？
要的就是10万块钱这个形式呀。 10万块钱要过来，是不是给你们小两口啊？还是？对呀、那是不是到你们的账户上？是不是从他们家那兜里掏出来，还还到你们的兜里去呢？对，那既然同样都到我们兜里，为什么就不能给？人家没有啊。如果他家里有100万，对吧？他随随便便拿20万往那一摆，他没有啊。走一个形式的东西，如果没有，为什么要强求呢？姑娘，面子上的东西有意义吗？马丁老师建议小冉不要纠结于这10万块的彩礼，彩礼是双方家长对儿女建立小家庭的资助，不论多少都是他们的心意。两个真心相爱的人，既然选择了建立家庭，那就好好的去经营，而不是用各种物质条件去包装。当一段婚姻涉及到利益的时候，那么它就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交易。对此，王老师也有着相同的见解。你的父母这个观念是错的，明知道他现在拿不出10万，为什么非要挤兑他干什么呢？最后把这事儿挤得黄了，你再找一个不喜欢的，你自己这整个一生过得不幸福，你看那个损失多么大，是不是？就这10万块钱挤得棒打鸳鸯，我觉得不值得。王老师对如今的彩礼问题感到十分可悲，天价彩礼随处可见，有多少家庭因为彩礼而负债累累，又有多少有情人因为彩礼分道扬镳。王老师认为，如果两人真的想继续下去，那就应该同心协力去说服女方父母，不要为了一时的面子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。这时涂磊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我压根不支持你们俩在一起，因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女生满脸就写着一句话：我压根跟你不是同一个品种。但我必须非常真诚地告诉你，无论是从你的长相、身材、举止、修养，你都不是绝代佳人，一点也值不得骄傲。你不懂尊重。他口口声声说我不是要你那点钱，我只是想考验考验你。你哪里是考验他？你无非是想向外界证明你是只天鹅，他是只水鸭。你们看看，我是多么的下嫁给了他，他还不听我的话。你不就想说明这点吗？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标上一个价格，他本身就已经一文不值。涂磊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女友小冉的问题，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男友无条件的顺从，让她慢慢变成了一个极其傲慢的公主。她虽然表面上把阿新当成了男友，但实际上阿新就是一个任她欺辱的奴隶。两个人之间丝毫没有尊重可言，她害怕男友脱离自己的掌控，于是就一遍遍地打压欺辱。这样的行为根本算不上是爱。听了几位老师的意见，小冉呆愣在原地一声不吭，看着女友委屈落泪的样子，阿新忍不住安慰了她2句。不管我们以后能不能在一起，反正希望你有所改变嘛。我也知道你可能不是这种人，在座的老师可能也有所严重了，但是希望你后面的好好的生活吧。我们相处这么段时间，有泪水，有笑容，但是最大的还是伤心。希望以后好好生活吧。男友阿新话里话外都透露出了自己去意已决。面对着不再纵容自己的男友，小冉倔强地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此刻她才明白自己有多舍不得这段感情，可一贯骄傲的个性又令她难以出声挽留。两人各自走进了节目后台，那么男友阿新究竟会如何选择呢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吧，姑娘。我看看男生箱子里给你写的什么。哦，之前为了和你在一起，我卖房子来到你的城市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为了得到我父母的谅解，我向他们跪了一晚上。可是没想到我们会走到今天这步，我真的寒心了。男友阿新最终选择离开了现场，他留下的这封信里写着自己为这段感情付出的艰辛，可这些努力终究换不来女友的一丝谅解和尊重。阿新的这封信打动了小冉的内心，她哽咽着说出了压在心底的歉疚。其实我今天出来，我只是想跟他说一下，我并不是真的是为了物质才和他在一起的。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，小冉能学会如何尊重他人的付出，也希望两人能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。
那么屏幕前的你对此又有什么见解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